大家好，我是小马。从我买第一个爱马仕开始呢，到现在已经是1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么多年来，我大部分时候用的都是爱马仕的包。那我身边的人呢，以及看我视频的朋友，那可能都觉得我是不是什么爱马仕的狂热爱好者呀？那怎么能做到这么专一呢？其实真算不上。那我用爱马仕基本是出于习惯和生意的需要的原因。要说起10年前我刚入坑爱马仕的时候，确实是对它真的非常上头、非常着迷的。但是呢，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一些让我觉得下头的各种各样的小事之后，现在我对爱马仕早已经恢复平静和理智了。这期视频呢，小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让我对爱马仕以及沉迷爱马仕的自己失望的一些小事儿。那首先呢，讲一个发生在我和我朋友之间的小故事。那事情虽然很小，但对我的触动还是比较大的。当时呢，我记得我这个朋友去搬新房子，那所以邀请大家一起去他们家庆祝嘛，那肯定是要带点礼物去的嘛，所以我就去爱马仕去挑选了一个非常非常精美可爱的那个松果造型的水晶灯。那聚会当天呢，大家都送上了礼品，然后我记得有送的是插花，然后有送的是室内的香氛，然后厨具等等都有。然后我朋友就是现场一一开箱，然后很开心的对每一个朋友表达了感谢。那当他打开我的礼物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惊喜，看得出来他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但没想到呢，他脱口而出了一句：哇，太可爱了吧，这是个灯吗？爱马仕居然还有这个配货呀，我以前怎么都没有看到过。此话一出呢，我当时说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接话了，你懂吗？就是我明明是很认真挑选的礼物，却被他称作是配货，那不就意味着我把所谓不想要的东西顺水人情送给他了吗？那感觉当时呢，现场不少朋友也都听出来这话有一点点的不对劲儿，然后呢，所以气氛呢也就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那我朋友也意识到自己嘴有一点快了，那就赶紧对我表达了感谢哦，说谢谢，我送他这么可爱的礼物，他非常非常的喜欢。那其实呢，我并没有怪他的意思，但是这件事情呢，确实给了我不小的触动，因为我以前的确会有时候，把爱马仕的配的多余的像小丝巾呀，或者是小首饰等，顺手送给家人和朋友。那当时呢，也觉得这些东西当做小礼物还是挺好的，大家肯定也都非常的喜欢。但直到听到我朋友说这句，那一瞬间，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送爱马仕当礼物也会是一件让人脸上无光的事情，是有一点点拿不出手的，让人尴尬的事情。那因为对方可能觉得，那你只不过是把自己多余的东西送给他而已。那确实呢，对于熟悉爱马仕的人来说呢，每次看到其他人用爱马仕的珠宝呀，或者是衣服、家具等等，第一反应就是哦，你也是没少配货呀，就感觉好像是除了包之外，那很少有人真心愿意买这个品牌的其他的东西。那如果买了的话呢，肯定也是被逼无奈的，那是为了配货，基本不会是出于自己的喜欢。那爱马仕作为顶奢品牌，结果却让很多人潜意识中认为它只有皮具才是最值得买的，那其他的东西呢，做得再好也只是配货而已，那难道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吗？那除此之外呢，爱马仕的 SA 的服务其实有时候也是让人有一点点下头的。那首先呢， SA 拼命想引导客人配货，这虽然会让客人感到非常的不悦，但也算是可以理解。那毕竟这个品牌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嘛。但是呢，有些 SA 不得不说是有一些过分了，相信很多朋友都曾经遇到过这种经历，那就是光知道追着你配货，却迟迟拿不出包的这种 SA。但是呢，这种都还算好的，甚至还算是留得青山在。那我的一位朋友呢，曾经遇到过一个非常离谱的 SA， 他分享跟我说，这个 SA 疯狂的暗示他自己手上有很好很好的包可以给他，然后引诱他呢在短期内买了很多的配货。但是没想到呢，有一天他给 SA 发消息，想问问什么时候才可以拿到包啊，居然发现了这个 SA 已经把他给拉黑了。那于是呢，他赶去店里就去找人嘛，才知道这个 SA 已经离职了，而且当时让他配货的时候就已经定好了是要离职的。那后来呢，再深入打听，发现像他一样的情况的受害者呢，其实还是有好几个的。那 SA 一旦离职，即使原来的消费积累还是在的，那新的 SA 呢也是不会给你包的，因为呢，只有你从新的 SA 这里配货，这笔钱呢才会计入他的业绩里，那对方呢才会帮你拿包。所以
这就意味着你得全部重新配货。而且更气人的是，配货从来都不是明面上的规则，所以呢，这个诱导配货又不兑现承诺的行为，它本身并不违法，所以受害的顾客呢，只能是吃哑巴亏了。这简直可以被称作是爱马仕界的杀猪盘。那除了这种会跑路的销售之外呢，还有那种看人下菜碟的销售，也是非常让人下头的。那我记得我们公司的一个小朋友跟我说，那他其实呢一点都不喜欢爱马仕，那我还是挺惊讶的。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喜欢爱马仕呀？他说因为之前有过非常对于他来讲不愉快的经历。那原来呢他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有一次呢陪一个家境比较好的、比较富裕的朋友一起去爱马仕专柜去买化妆品。然后朋友在挑选的时候呢，他也在四处就是陪着一起看看嘛。那从来没有化过妆的他，对每一样商品都是非常的好奇。那后来呢，他的这个朋友在柜姐的陪伴下选好了商品回来，然后看他也本人就是非常感兴趣的样子，就问他要不要让这个柜姐也给他试个妆之类的。那他很兴奋很开心的就同意了。那于是他的这个朋友呢又转过头来去问柜姐说，可以让我的朋友试一下妆吗？那没想到这个柜姐毫不掩饰的打量了一下他，穿着朴实的衣服，然后穿着很普通的鞋，然后便露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表情，然后谄媚的转耳对他的朋友说，亲爱的，要不我还是给你试个妆吧。那刚刚看到有几款产品是非常非常适合你的。那后来虽然他朋友也是拒绝了，依然坚持想让他来试妆，但是呢，他看到那个柜姐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就还是自己主动说，哦，算了算了，不用了。那遇到柜姐这种赤裸裸的歧视，让他自信心当时受到了比较大的挫伤。那他跟我说呢，虽然自己出社会，也开始慢慢能够理解那位柜姐只不过是不想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在一个看来根本不会买的客人身上，但是呢，理解归理解，在他的心里呢，始终还是有一个非常难以痊愈的烙印。那导致他后来一看到爱马仕，脑海里就会浮现当时柜姐那个鄙夷的表情。那所以呢，即使他现在完全已经有了足够的钱，有了经济实力，但他却一点不想买爱马仕了。那就像我那位遭遇 SA 跑路的朋友，以后呢，每次看到自己的爱马仕包，脑海里可能都会浮现出自己被坑骗的这个经历。那原本爱马仕在如此高昂的价格背后，需要对应的呢，不仅是高品质的产品，也应该对应高质量的服务。但现在如今，在爱马仕的品牌光环和游戏的规则下，那一些销售人员反而比顾客更上帝。那未来像这样的滥用特权、眼高于顶的下头事件可能还会越来越多。那另外呢，在当年沉迷于爱马仕的时候，我也有这么几个瞬间，让我对深陷其中的自己感到失望。那比如说以前呢，每逢家庭然后去国外旅游的时候，那不管当时的行程有多满，我都必须要去当地的爱马仕店去转一圈，因为当时我就想着，哎，不就是顺个路的事儿吗？但现在呢，再去仔细想一想，这件事儿其实并没有那么顺路，它其实是非常消耗时间和精力的一个事儿。因为呢，我得花时间去到门店，然后呢，再花时间去到处看一看，然后再跟当地的 SA 聊聊天，打打交道，斗智斗勇。那如果遇到 SA 忙的时候呢，还要耐心的等待，那不知不觉之间呢，2-3个小时就这样消耗没了。那本来我是没有意识到的，但我记得有那么一次，就是我在等待 SA 的时候，那不经意的回头看了一下，那发现家人都在一旁默默的等着我。那大家看上去呢，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空虚和无聊的。那明明是一家人难得出来旅游的时间，他们却被迫坐在跟自己无关的爱马仕店里，然后在那儿刷手机，很无聊的发呆。那个瞬间呢，我突然就内疚了起来。我牺牲了这么多宝贵的陪伴家人的时间，那牺牲了家人们去自由活动的机会，就为了来碰运气买个包。那这样做难道真的值得吗？那对于这种主次不分、失去理智的自己，我感到非常的失望。所以呢，我做了深刻的反省。那明白买包可以作为消遣或者是自己的业余的爱好，但不应该变成一个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我应该把时间精力花在生活中更重要、更值得的事情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买爱马仕以来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到下头的瞬间吗？评论区留言告诉小马吧。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关注小马，我们下期见。